相爱容易相处难，有的人连爱爱都困难，男生更应该要了解哦。很多女生啊都觉得爱爱这件事情很令人难以启齿，那即使遇到就是性行为会痛的问题，也不敢主动求诊，那大部分就会选择逃避或忍耐。那不论是哪一种，都可能会影响到跟伴侣之间的感情。像我在诊间有遇到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，那年轻的时候忙生活、忙小孩、忙工作，就没有把心力放在房事上。那等到小孩都大了，有了自己的生活，先生心血来潮想要行房一下，才发现说就怎么尝试，太太都觉得很痛。那多次尝试未果之后，先生就有一些情绪，那太太也担心说会影响到他们的婚姻，就来就诊。我帮太太内诊检查之后，就发现说太太的阴道非常干涩，已经没办法正常的分泌润滑液。那在跟她讨论之后，决定帮她用阴道雷射跟 PLT 动经的方式来治疗。那太太经过多次治疗之后，他们现在已经可以正常的性生活，所以我会建议女性朋友有遇到这样的问题，都要来门诊求诊哦。因为阴道雷射啊，它主要是透过雷射的那个热效能，然后去刺激我们的阴道内壁的那个黏膜层，然后刺激那边的细胞增生，那也可以增加黏膜层底下的胶原蛋白啊、弹力纤维，然后还有一些细胞基质的部分，让整个内层增厚。那整个组织内层增厚之后，其实它整个含水量跟水润度都会提升，所以就可以改善阴道干涩跟过度敏感的问题。那搭配 PLT 主要是因为 PLT 动经啊，它其实是一种血小板的浓缩液，那它也有就是细胞修复的作用，然后也可以让阴道黏膜层的血管、神经都新生，这样让整个组织就是恢复一个比较健康的状况。那因为我们阴道雷射主要只能作用在阴道的表面浅层的部分，那 PLT 可以打在比较深层的组织，所以这样子1+1会有大于2的效果。那性交疼痛的原因有很多，那 PLT 的用途也很广。那除了阴道干涩以外，像是性冷感，我们也可以透过 PLT 注射在敏感带上，像 G 点、C 点上来做处理。那另外像是大阴唇萎缩啊，那或者一些慢性的会阴疼痛，还有外阴硬化性显台的问题，也可以透过 PLT 来做治疗。那如果是因为阴道口狭窄造成的性交疼痛，那就需要用雷射刀去做一个阴道口的扩张手术。那术后也可以搭配 PRP 或 PLT 动经来加速术后的修复。PRP 和 PLT 都属于自体血小板没有错，但 PRP 它每次治疗之前都需要抽血，相较之下 PLT 它只需要抽1次的血，就可以制造出10到20瓶不等的动经瓶。那我们前述案例的那个太太啊，因为她不想要每次治疗前都抽血，所以就选择了 PLT 动经。除此之外 ，PLT 动经它可以定剂定量，它这个一瓶啊里面就含有10亿颗血小板，所以医师可以依据病人的效果更精准的来调整剂量。那我们剩下的动经粉末在常温中也可以保存3年，并且仍然有活性，所以非常适合那种需要多次治疗的个案。我们 PLT 动经啊，在治疗前饮食上要避免含有麻油、人参跟酒的食物，避免施打的时候难以止血。那我们治疗之后，阴道有一些出血或者血色的分泌物都是正常的哦，只要没有严重的出血或疼痛都不需要担心。那后续也必须定期回诊，那我们也会开一些抗生素、止痛药，所以回去要遵照我们的指示来服药。那建议术后也是以淋浴的方式来洗澡，伤口不必要过度清洁，然后也要避免游泳跟泡澡，以免会增加感染的风险。那也避免剧烈运动啊，或者抽烟喝酒或熬夜，担心会影响到那个伤口的复原。那平常也可以吃一些阴道专用的益生菌，还有适当规律的性生活，也能让阴道保持弹性，来避免阴道口闭锁或萎缩的问题。就像机器放久了也会生锈，还是需要适时运转一样。若有疼痛的问题，建议还是找专业医师对症治疗。希望每一对夫妻都能恩恩爱爱的过上幸福生活哦。